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燕坛和金秋差距这么大，虽然都是杨紫演的女主，暑假不能少的剧种应该是深受年轻人推崇的古装木偶剧。有种酷劲终于让出当年的剧王沉香如 Crown， 在这个流行时期，该剧直接以空降形式开播，给剧迷一个大大的惊喜。程毅和杨紫的浴盆吻合荧幕吻两大名场面相继映入眼帘，让人敲敲打打停下来。而该剧男女主自带热度，加上该剧的话题度，开播以来热度一直居高不下，4次登上全网榜首，将韩星锦绣和少年2。女主杨紫的演技更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，各种哭戏直戳人心，给了足够高光时刻。不过这不是杨紫第一次演仙剧女主了，明明是杨紫女仙丸，颜光和金锻造差别怎么这么大？人设是假的，体验是不一样的。仙剧中的大部分女主其实都有一个简单活泼的特点，香蜜沉沉灰如霜，以下简称香蜜。在静蜜从小身上就有流星单断情，所以女孩子的感悟更体现得胜，心如孩童。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的身份，前期的女主都是以男人的身份出现，雕像梳着半扎的头发，还有一根藤蔓作为装饰，一身素色的衣服特别简单干净，虽然少了几分男子气概，但是意思是到位的。不过没几集，女主的身份就正式曝光了，而且为了强调人设上的美感，造型上多了一些配饰，两边留了一些刘海来修饰脸型。在新剧《沉香如粉》中，燕坛的本性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燕坛是一朵幻化成仙女的睡莲，所以长相也很漂亮，是一个执着于抱抱的小仙女侍者圈。不过作为一方异能里面的双胞胎，燕光平时为了妹妹也不得不隐藏实力，不过有东西要尽快学习，也就是说职业实力会强一点，比锦绣。侧分空气刘海，两边扎成一个发髻，杨紫显得特别精神，脸型也饱满了许多。可惜颜光 Pre 是个扎心的恋爱脑，后来因为男主主动选择用拔心的方式给对方续命，为爱难自拔，也是很多粉丝说终于明白了流星单的好处。金秋的人生先甜后苦，第一阶段还没有懂得爱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在救赎之路正式开启后，刺向续凤吐出陨石丸。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感受爱情的辛酸，虽然你跳下人间的桥去体验，但再次和男主相遇，屡次坠入爱情的深渊难以自拔。两部剧都是男主的追随者不断的伤害女主，虽然说两者有点不同，有点老套，因为金秋身边的坏人坏得特别好理解，就连他的父亲惨死在别人手中，但燕坛一直保护着智邪姐姐，不仅功劳成名，还设计陷害，成了压垮燕坛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各有各的悲惨之处，杨紫不辱骂骨，甚至不接。搭档男主不一样，演技进步，但是古偶剧中的 CP 感也特别重要。香蜜沉沉烬如霜，因为某些原因，男二润玉不小心变成了某个男主，所以也真的是隐形的，要满足很多剧迷的心愿很难水平。悲剧美貌和实力的最佳代言人，可以说是罗云熙饰演的润玉，瘦弱的身材带着几分倔强，因为他的母亲被风吹的头发吹伤了，战损身材，堪称杰作。剧中的润玉也时刻守护在女主的身边，容忍她所做的一切。他对金秋的感情就像是所有执念、友情、爱情、亲情的集合，只要金秋一直陪在他身边，成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光。虽然他用了不光彩的手段，但只能说他的黑化是有原因的。天后果然是骗人的，润玉在后世永远得不到爱，更让人心疼。沉香如屑中，杨紫的搭档程毅也玩起了虐恋，出了圈。这一次，两人被认为是竞争对手。程毅有一种凄美的气息，即使他是天子，也有很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。坐在屋上的程毅看着对方，久久不能回神。即使没有亲密接触，他的眼睛里也有一种势利的感觉。这也难怪节目组的粉丝们欲罢不能。感觉到自己生命不长了，程毅在决心和燕丹告别的时候，眼睛微微发红。和不同的演员在一起，杨紫可以迸发出完全不同的感情，但他们会有一种难得的 CP 感，这也是杨紫的优势。
但作为一个演员，杨紫也知道演技的重要性。从这两个角色的对比中，我们不难看出杨紫的进步。在主演《金瓶梅》时，杨紫其实更像一个虐恋古偶的入门级选手，每一种情绪都特别到位，但难免会留下表演的痕迹。但在同时期的演员中，她的表现也很突出。但此刻说到燕丹，可以看出杨紫对这种角色掌握得很轻松，把一个女孩子的灵动演得很轻松自然。接着看着心上人坚定的神情，她的悲痛似乎要吞噬她，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她问对方，连头都向前倾了。这是有强烈反差感的表现，演技实力确实值得肯定。总而言之，杨紫真的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，能够扮演类似的角色，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相当难得的。她完全依靠自己的实力演绎了每一个角色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各行各业的男主角都充满了 CP 感，但你觉得杨紫的 CP 感比谁更强？02，肖战直言不讳地说，谈恋爱就等于失业。肖战的 CP 你都知道吗？如果说哪个明星好看，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说到肖战，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认同。不得不说，肖战是圈内少有的美男子，被称为女娲娘娘的炫技。此外，肖战还获得过很多帅哥的奖项。之前，肖战在2022年被努比亚杂志评为世界第一帅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荣誉并不是他第一次获得。对于他这样的帅哥，粉丝当然会关注他的感情问题。以前也有过一些丑闻，但都被澄清了。知名记者也在7月23日对肖战的情感问题做出了回应。因为肖战的知名度和他的恋情，很多人都对他虎视眈眈，所以粉丝们开始询问是否有关于他的消息。狗子队回答说，肖战的 CP 都是假的，你的也是假的，你问我也没用。言下之意很明显，肖战不谈爱情，谣言是假的，连记者都出面澄清，这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粉丝们都在告诉记者，不要多问了，记者没必要天天盯着这个帅哥，让他专心做自己的事。如果是真的，他早就披露了，而不是拖到今天。作为肖战，如果丑闻曝光，肯定是大新闻，甚至比什么名人事件更有爆炸性。可能是记者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，所以他们主动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肖战每天上班、下班、吃饭，就像一个普通的工人小组成员。事实上，他在之前就已经定义了他的约会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被问及是否在妈妈的帮助下有结婚的压力，他回答说他也有结婚的压力。然而，他可能会告诉他的妈妈，在约会中就等于失业，所以他不会有女朋友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还表示，绘画变成了他的女朋友，这表明他可能非常有事业心。名人不需要和别人说话是有因素的，一个是由于他们的爱好者，另一个是由于他们的公司。当明星在约会时，他们的爱好者由于不喜欢他们的约会而对他们的偶像投降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。关晓彤和鹿晗之前在一起的时候就被无限的粉丝拒绝，这让他们的过程更加艰难。而团体确实可能不允许他们的生活被打乱，他们通常警告他们的明星不要再谈论他们的关系，一些团体甚至惩罚他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明星们几乎不宣布他们的关系，如果他们可能被确定出来，现在就可以否认他们。人们有感情，比如最重要的明星，如果他们不能选择公开约会，他们需要穿越地下，这就是他们需要投降的地方。因此，一些人可能会想象，作为一个巨大的名人，过着奢华的生活可能是困难的。当涉及到肖战时，爱好者们并不感到惊讶，毕竟在他这个级别，只要他有一个丑闻，就会真正引起轰动，现在已经不可能不被注意了。但人毕竟要有自己的亲戚圈子，如果肖战真的开口了，估计会有很多女人会失恋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